2026年，美国空军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给一架无人机正式授予了战斗机编号 YFQ-44狂怒。这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次无人机被官方承认拥有战斗机身份。它不是遥控玩具，它比 F-16 小一半，能飞到5万英尺高空，能拉出9个 G 的过载，能挂 AIM-120 中程空导弹，还能自己起飞、自己降落、自己决策。更离谱的是，从白纸一张到首飞上天，只用了556天，不到2年。这速度放在以前动辄几十年的军工项目里，简直就是开了挂。有人说这是炒作，有人说这玩意儿根本不配叫战斗机，还有人问，没有飞行员的飞机真的能在空战中打赢有人机吗？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这架狂怒到底凭什么敢叫战斗机？它跟传统的 F-16、F-35 比，谁更强？如果它真的跟俄罗斯的苏57在天空相遇，谁会赢？更重要的是，美国空军打算搞1000架这样的东西，未来空战的游戏规则真的要变天了。2026年2月，美国空军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年度航空与太空军协会作战研讨会上丢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们正式公布了安杜里尔公司 YFQ-44狂怒无人机的战斗机编号。这是美国空军历史上第一次给一架无人机冠以 F 的战斗机代号。相信各位热爱战斗机的观众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为了照顾一些新朋友，咱们先把这个编号拆开看一下。在美国空军的命名体系里， F 代表战斗机， Q 代表无人机， Y 代表原型机，所以 YFQ-44A 翻译成人话就是第44号原型无人战斗机。这不是随便贴个标签，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意味着美国空军正式把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打击平台提升到了空战主力的战略高度。那么问题来了，这架狂怒到底长什么样？它由一家叫安杜里尔的科技公司打造，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基就是当年创立 Oculus VR 的那个天才。2014年，他把 Oculus 卖给了 Facebook， 转头就扎进了军工领域，创立了安杜里尔。这家公司的风格跟传统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完全不一样，没有几十年的老厂房，没有臃肿的管理体系，只有一群追求硅谷速度的工程师。他们要的是快，是迭代，是把产品送上天。狂怒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2024年4月，安杜里尔拿到了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原型机合同。仅仅556天之后，2025年10月31日，狂怒就在加州维克多维尔的南加州物流机场完成了首飞。这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架从零开始设计，以战斗机级别性能为目标，并且在不到2年内实现首飞的无人作战飞机。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科研速度有所疑惑，这个速度有什么了不起的？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来看一下类似的项目。F-35联合攻击战斗机从1990年代中期启动到现在，已经飞了快30年，生命周期总成本预计超过2万亿美元，光是软件开发就花了10几年。而狂怒呢，从合同到首飞1年半，用的还是商用现成的威廉姆斯 FG444M 涡扇发动机，买得到、修得起、换得快，这就是代差。你还在搞20年的研发规划，人家已经把飞机送上天了。聊完了狂怒是怎么来的，咱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能打。根据公开的技术资料， YFQ-44狂怒的尺寸大约是 F-16 的一半，机长约 6.1 米，翼展约 5.2 米，没有座舱，没有飞行员座椅，没有生命维持系统，节省下来的重量和空间全部给了燃油和武器。它的最高速度接近 0.95 马赫，约每小时1174公里，升限可达5万英尺，比民航客机的续航高度还高出一大截。最恐怖的是它的机动能力，设计过载达到了正9个 G 负3个 G， 在2万英尺高度能持续拉出 4.5个 G。 各位可能对9个 G 没什么概念，打个比方，普通人在3个 G 的时候就开始黑市，战斗机飞行员经过训练能承受7到8个 G， 但持续时间很短。9个 G 是什么体验？血液从大脑往下涌，视线完全变黑，身体像是被一辆卡车压着，绝大多数人根本撑不过几秒钟。但狂怒没有飞行员，它可以在9个 G 的过载下持续转弯，持续追击，持续锁定目标，不会有肌肉痉挛，不会有反应延迟，更不会有我不想死的心理负担。这就是无人战斗机的核心优势。人可以承受的极限是载人战斗机的性能上限，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但无人机没有这个限制，它可以超越人这个载体，走向工程材料学的极限。机身能做多强，它就能飞多快。那它带什么武器？根据2026年2月美国空军公布的照片，狂怒已经在机翼下方挂载了舵形的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就是那个能打超过100公里、速度超过4马赫的空空导弹。这意味着狂怒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不用跟敌人面对面，几十公里外一发导弹过去，敌军目标就被炸成蘑菇云了。而在指挥部手忙脚乱的在雷达上寻找蛛丝马迹时，狂怒就已经逃之夭夭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肯尼斯·威尔士巴赫将军在2026年2月的作战研讨会上公开宣布， CCA 项目已经正式进入武器集成与挂载飞行试验阶段。惰性导弹的挂载测试是为了验证适航性、安全性和系统性能。虽然目前挂的还是不会发射的训练弹，但从带弹到开火只是一步之遥。可能会有不了解无人机的观众朋友会担心它的安全性，没有飞行员的飞机会不会乱开火？这个问题问得好。美国空军在公开声明里反复强调，整个研发和测试过程中，武器的释放权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CCA 被设计在现有的指挥体系和法律框架内运作，每一发导弹的发射都必须经过人类操作员的授权。它不是终结者，它只是一个跑得更快、拉得更猛、扛得更久的空中长矛。聊到这儿，肯定有观众朋友会问，就算狂怒再厉害，它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能比得过 F-35？ 咱们得换一个角度思考，狂怒的定位不是替代 F-35， 而是 F-35 的中程僚机。美国空军 CCA 项目的核心概念叫做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架有人机战斗带着好几架无人机出门打架，有人机在后面当指挥大脑，无人机在前面当炮灰、当侦察兵、当武器库。具体怎么打？比如说 F-35 的雷达探测范围很广，但它带的导弹数量有限，打完就得回家。而狂怒可以跟在 F-35 旁边共享传感器数据。F-35 发现了目标，狂怒发射导弹，一架 F-35 带上3-4架狂怒，火力投送能力直接翻3-4倍。再比如说危险的任务，比如突入敌方防空圈、侦察高危险区域，这些活以前都得飞行员亲自上，现在交给狂怒，被打掉了，损失的是几百万美金的飞机，不是几千万美金的飞行员和他的座驾。这就是狂怒的定位，他不是来抢 F-35 饭碗的，他是来给 F-35 当保镖、当打手、当头号先锋的。美国空军计划到2030年左右采购大约1000架 CCA 无人机，包括狂怒和通用原子公司的 YFQ-42A 暗影梅林，再加上现有的 F-35、F-15EX 以及未来的第6代战斗机。美国空军的空中作战力量将从一个飞行员、一架飞机变成一个飞行员控制一群飞机。有人说这是蜂群，但狂怒不是那种小不点的廉价无人机，它是真正的战斗机级别的无人作战平台，每一架都能独立作战，每一架都能携带 AIM-120， 每一架都能飞到5万英尺，每一架都能拉9个 G， 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是一群饿狼。聊完了美国，咱们得看看老对手俄罗斯在无人机空战这块到底什么水平。俄罗斯不是没有无人机，他们有猎手重型无人机，据说是隐身设计，能携带空对地导弹，但猎手的首飞是2019年，到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据公开渠道报道仍处于测试阶段，量产遥遥无期，更别说挂载277中程空导弹去打空战了。还有苏70将军2021年莫斯科航展上亮相，俄罗斯人说它是轻型隐身战斗机，价格便宜，性能不差，但到现在为止，那架原型机还在各大航展上巡回演出，量产没有，列装更没有。至于俄罗斯的无人机人工智能水平，那就更不用说了，连猎手的自主起降都被爆出过问题，更别说像狂怒这样需要在一架飞机上同时运行2套独立开发的人工智能任务软件，分别是盾牌 AI 公司的蜂群思维系统和安杜里尔自己的金格任务系统，能在单次飞行中先后完成测试。这种开放架构下的软件快速迭代能力，俄罗斯根本比不上。咱们一起来做个假设，如果一架狂怒和俄罗斯的苏57在天空相遇，会发生什么？苏57的雷达号称能发现隐身目标，但狂怒的尺寸只有 F-16的一半，雷达反射截面本来就小，再加上没有驾驶员，就不需要座舱，
凸起物少了，反射面就更小了，隐身性能天然优于载人战斗机。苏57还在满天到处找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从侧方绕过来了，一发 ARM-120 过去，苏57连规避动作都来不及做。当然，这只是假设，俄罗斯的苏57至今都没几架真正形成战斗力，所谓的量产也只是每年2-3架的象征性交付，跟美国空军计划要买1000架 CCA 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这就是差距。你再数着手指头算，今年能交几架5代机，人家已经开始批产无人战斗机了，而且每一架的成本只有 F-35的零头。聊完了性能对比，咱们再来看看更深层次的问题。狂怒凭什么能在556天内从白纸变成首飞？答案是2个词：商业技术和开放架构。传统军工项目的做法是什么？我举个例子， F-35的航电系统是专门定制的，每一行代码都是从头写的，每一个芯片都是专门设计的，结果是开发了10几年，软件还是各种 bug， 成本还高得离谱。狂怒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威廉姆斯 FG44-4M 发动机，这是一款商业公务机上用的涡扇发动机，市场上买得到，配件供应充足，维修体系成熟，这就意味着不需要花几年时间去研发一台专用发动机，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在人工智能软件层面，狂怒运行的是美国空军定义的自主政府参考架构，简单说就是一个开放的软件标准，任何公司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把自己的自主软件装到狂怒上。盾牌 AI 的蜂群思维系统可以，安杜利尔自己的金格系统可以，以后其他公司的新系统也可以。这就像手机操作系统，华为能用，小米能用， OPPO 也能用，谁的好用就用谁的，不需要被一家供应商锁死。2026年2月底，狂怒在一次飞行中先后运行了蜂群思维和金格2套自主软件系统，这是人类航空史上的第一次，一架无人战斗机在空中切换了2套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任务系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空军不需要等待某一家公司把软件做好，谁跑得快，谁写得好，谁便宜就用谁的，今天用这家，明天换那家，随时更新，随时升级，这就是硅谷的玩法，快速迭代，快速试错，快速部署，不像俄罗斯那种传统军工，搞一个项目，立项10年，研发10年，测试10年，等到列装，技术已经落后了。聊完了技术，咱们来做一次战场推演。美国空军计划采购大约1000架 CCA 无人机，假设其中一半是狂怒，那就是500架。500架能拉9个 G 的无人战斗机，每架带2枚 ARM-120，再加上自身的人工智能飞行能力，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咱们用俄罗斯空天军来做个对比。根据开源情报机构的统计，俄罗斯空天军目前能飞的苏35、苏30 SM 等4代半战斗机总数大约在400到500架左右，但这是在纸面上，实际战备状态、出勤率、弹药储备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损数据触目惊心，仅卡52和米28直升机就损失了上百架，固定翼战机的损失也数以十计。而500架狂怒，每一架都可以随时出动，不需要考虑飞行员的疲劳，不需要考虑心理状态，不需要考虑家里老牌子，只要燃料够，弹药足，数据链正常，它可以一天飞3趟，一趟拉9个 G， 一趟打2发导弹，这就是数量优势，这就是成本优势，这就是狂怒的设计哲学。不需要一架飞机能单挑10架，但是只要我有10架飞机，每一架都能跟你一架换一架，你就打不起。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阿尔文将军在宣布狂怒和暗影梅林型号时说了一句话，不到2年前他们还只存在于纸上，今年夏天他们就准备要飞了，这才是真正的敏捷作战部署，不是喊口号，是把飞机造出来，飞上天，形成战斗力。回到最初的问题， YFQ-44 狂怒凭什么敢叫战斗机？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载人战斗机的替代品，它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种从零开始设计，以战斗机级别性能为目标，并且用硅谷速度跑完研发的无人作战飞机。它可以在没有飞行员的限制下飞到9个 G， 可以挂在 ARM-120 打超视距空战，可以跟 F-35 共享战场数据，可以大批量生产，可以被快速部署，可以被不断迭代升级。有人说它太小，有人说它不带内置弹舱，有人说它的外挂武器影响隐身，但这些质疑在数量和成本面前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美国空军的战略不是造一架超级无敌的无人机，而是造1000架够好的无人机，让对手算不过来、打不过来、防不过来。2026年 YFQ-44 已经从安杜里尔位于俄亥俄州的阿森纳1号工厂开始批量生产，加州和俄亥俄州的试飞和制造基地正在昼夜不停地运转。等他们编队飞上蓝天的时候，质疑声终究会变成一声声赞叹。美国科技正在引领战争走向无人化。本期关于 YFQ-44 狂怒无人战斗机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各位觉得一架没有飞行员的战斗机真的能在空战中打赢载人战斗机吗？如果你是指挥官，你会用狂怒来执行什么任务？是高风险侦察还是饱和打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硬核科普，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转发。咱们下期再见。